恨的就是考试，因为考试关系到成绩，成绩关系到排名，排名关系到你在老师和家长心里的标签。不管我们学习好坏，都不愿被贴上坏学生的标签。而且书中指出，考试其实是最有效的学习工具之一，但因为上面的原因，我们惧怕考试，也就抛弃了这一利器。认知天性告诉我们，考试其实是一种工具，本质上是要让我们看到自己对知识掌握的情况，让我们更明确知道哪些，不知道哪些。所以考试不应该是评价，而应该是诊断。既然我们之前的学习方法不对，那什么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呢？我们继续来看作者对于学习的理解。他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小孩子用绳子把蔓越莓穿起来做项链，挂到树上之后，又发现蔓越莓从绳子的另一端掉了下来，不打结就做不出绳串，不打结就没有项链，就没有珠绣钱包和精
伴们可能会问，我都毕业好几年了，哪还有机会考试？这就需要在学习知识或者技能时自己制定测验了。比如我们在看一本专业书籍之后，刻意的给自己测试，这一章讲了什么，这个概念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有哪些是我知道的，哪些是我不知道的，问题可以多一些，也可以具体一些，列在纸上一一回答，效果会更好。2. 刻意练习。作者提到3种练习方式：间隔练习、穿插练习和多样化练习。1. 间隔练习。间隔练习比集中练习更为有效，因为长期记忆中存放新知需要一个巩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记忆痕迹要得到加深，并和已知联系起来，这个过程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就像我们吃完饭需要留一点时间消化完，才能吃得进下一顿。而如果填鸭式的练习，看上去吃得不少，但没过多久就都吐出来了。2. 穿插练习。在练习中插入2个以上的主题或技能，这点比较好理解。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安排都是穿插着来的，一节数学，一节英语，而不是一上午都在学数学。一方面，不同的学习内容使用的大脑区域不同，可以使大脑保持新鲜感，不易疲惫。另一方面，穿插学习更有挑战，难度更大，越有利于巩固到大脑的记忆中去。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说学习越轻松，效果越不好的原因。3. 多样化练习。书中有一组实验，让一组8岁大的孩子练习将沙包涂进篮子，一半孩子的练习方式是在距离篮子3英尺的地方涂沙包，另外一半的孩子他们讲授有关大脑的知识以及有效学习的技巧。第一组拿到了一份关于记忆的幻灯片，另外一组则被引导培养成长心态。在完成工作室的课程后，这些孩子回到了课堂。在学年结束后，与秉持传统观点认为智力水平在出生后就已经定型的第一组固定心态的孩子相比，那些被引导成长心态的后一组学生成为了更主动的学习者，而且进步更大。看了《认知天性》，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学习竟然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学问。从校园到社会，我们都是在学习知识，但从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该如何学习。有一句话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初看不以为意，但细想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先学习如何学习，再去学知识，这样才是正确的姿势吧。所以星河觉得，不管你是学生还是职场人，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做一个终身成长者，不断学习和精进，美好的事情终会发生。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